这部电影投资17亿，却因为疫情差点胎死腹中。好在几经延迟后一鸣惊人，全球狂揽近50亿票房。为了还原真实的爆炸场景，导演放弃特效搞来数百公斤烈性炸药，让丹尼尔·克雷格版007完美谢幕。万里冰封的北京山林，女孩躲在床底瑟瑟发抖。就在刚刚，面具男枪杀了她的妈妈，此刻正一步步朝她逼近。顾不上追星的悲痛，女孩擦干眼角的泪水，把男人的尸体拖出屋外。可因为防弹衣的关系，面具男突然间活了过来。小女孩惊慌失措逃向湖面，可才刚刚跑出不远，冰层便出现无数裂痕。看着小女孩祈求的眼神，男人心头一软，开枪打穿冰层，最终选择救起仇人的女儿。10年光阴一晃而过，小女孩马德琳已经长大成人，遇上退休特工邦德双宿双飞。他们来到意大利的马泰拉，丝毫不知有人盯上他们。这一天，邦德来到已故爱人的坟前，准备告别过去，开始新的生活。不料代号幽灵党的组织早已在此处布下陷阱。昏迷中醒来的邦德本想回到酒店再做打算，可途中再次遭到袭击，幽灵党前后夹击，让他无路可逃。眼看大事不妙，邦德抓住电缆腾空而下，借着惯性有惊无险躲进桥洞。他放倒前来拦截的敌人，抢走摩托车，油门到底，一阵风驰电掣般的特技飙车，总算甩掉敌人，赶回酒店。他带上马德琳迅速转移，但幽灵党是有备而来，更多敌人开始围追堵截。尽管邦德开启车载黑科技，接连干掉身后的追兵，可架不住对方人多势众，最终被撞停在广场上。大批敌人将他们团团围住，朝着阿斯顿马丁疯狂开火，防弹玻璃已经不堪重负，邦德只能祭出杀手锏。趁着敌方不敢露头，邦德释放烟雾弹杀出重围。两人此次出行极为保密，邦德怀疑马德琳出卖自己，不由马德琳丝毫的辩解。邦德已经把他强行送上火车，两人的感情也暂时告一段落。5年后的中东某地，一队幽灵党的武装力量切开钢化玻璃，潜入大楼，闯进隶属英国的生化实验室，抢走名为天启的基因武器。他们将科学家们屠杀殆尽，只留光头博士一个活口。英国情报局得知武器被抢，局长老马顿时如坐针毡。原来天启是一项尖端纳米虫技术，只需导入目标的基因信息，就能轻松实现定点清除，安全高效且极为隐蔽。如今落入幽灵党手中，势必造成灾难性的后果。与此同时的非洲牙买加，隐居在此的邦德十分安逸，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直到中情局的老黑两人出现，让他的退休生活再添波澜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中情局发现光头博士现身古巴，而幽灵党也正在那里集结。碍于英美两国的盟友关系，中情局不方便介入调查，而邦德已从英国情报局退休，无疑是他们最佳的人选。邦德跟老黑是多年的朋友，经过一夜的考虑，邦德答应前往古巴一探究竟。当天晚上，他顺利找到接头人苏菲，邦德换上一身帅气西装，按计划来到幽灵党的会所。可两人丝毫不知，幽灵党早已知晓他们的行动，还打算用邦德的基因样本测试天启的可怕之处。光头博士看似唯唯诺诺，实则隐藏着狠毒的计划。他故意调包邦德的基因数据，转而输入幽灵党成员的 DNA。男人没有察觉取走纳米虫，安装在会所的喷雾系统上。邦德才刚刚来到大厅，立刻就被一只仿生眼发现。随着纳米虫从天花板落下，邦德不仅没有暴毙而亡，四周的幽灵党却一个个倒下。博士暗自窃喜，被苏菲发现，邦德一记飞盘将其放倒，存有秘密资料的 U 盘成功到手。此时大批枪手蜂拥而至，邦德配合苏菲边打边撤，双方激烈枪战期间，英国特工黑妹从天而降，趁火打劫将博士掳走。苏菲主动留下阻击敌人，邦德则赶紧向楼顶追去，连开数枪打断缆绳。解决掉幽灵党的喽啰，苏菲抢走门口的汽车，一脚油门撞塌木架。博士措手不及，只能乖乖就范。简单跟苏菲道别后，邦德带博士搭乘水上飞机，飞往预定海域跟老黑会合。邦德质问博士究竟替何人工作。就在博士即将招供时，小白却突然拔枪欲行不轨。老黑在缠斗中不幸中弹，邦德也在打斗中渐渐不敌。双方僵持之际，博士竟然把手枪踢给小白，邦德只能赶紧躲进船舱。小白上前将舱门锁死，接着在船身放置定时炸弹。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响起，海水如同猛兽般涌进船舱。老黑伤得太重，已经无力回天。看着好兄弟死在眼前，邦德满是悲愤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好在舱门因为爆炸松动，让他在最后一刻逃出升天。漂泊了1天1夜，邦德终于等到一艘货轮经过，
他马不停蹄回到伦敦，开着珍藏版阿斯顿马丁，来到军情6处的大楼前，找到局长老马询问事情。不料老马对天启闭口不言，两人情绪激动，最终不欢而散。可天无绝人之路，邦德转头找到军需官 Q 博士，试图在 U 盘中找到蛛丝马迹，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U 盘中隐藏着海量的数据，竟是全球各国公民的基因数据。看来铲除幽灵党只是第一步，其后必定还有更大的阴谋。老马得知事态如此严重，为了找出幕后的策划者，他批准邦德前往监狱面见幽灵党创始人老白，希望能找到一丝线索。老白生性多疑，只愿和他的治疗师交谈。让邦德吃惊的是，治疗师正是被他抛弃的马德琳。时隔多年，没想到还会再次见面。两人一同走进牢房，就在他们即将见到老白时，马德琳突然情绪崩溃，大喊大叫着逃离了房间。邦德顾不上许多，开始单独审问老白，却意外得知5年前被袭击的真相。马德琳并没有背叛邦德，意大利的坟墓爆炸事件正是老白一手精心策划。尽管邦德侥幸逃过一劫，但也如愿离间相爱的两人。得知真相，邦德怒火中烧，一时间失去了理智。可等他平复好情绪，老白竟七窍流血，离奇身亡。事后在邦德的手指上不出意外检测出天启纳米虫。原来马德琳在见老白之前，被名叫丧彪的男人相要挟，而丧彪正是当年救他的面具男。马德琳为求自保，将针对老白的纳米虫带进监狱。在他和邦德接触的瞬间，纳米虫就已经传递过去。邦德怀以无尽的愧疚，驱车赶往马德琳所在的木屋。让他更加震惊的是，当年马德琳被他抛弃时，竟然已经怀上他的孩子。马德琳默默将女儿生下，独自一人承担下所有艰难。马德琳将邦德带进安全屋，把他和丧彪的恩怨娓娓道来。原来丧彪的整个家族都被马德琳的父亲所杀害，而他的父亲又是幽灵党的一员。丧彪这才对幽灵党赶尽杀绝。从安全屋里的资料来看，丧彪藏在日俄两国有争议的小岛上。邦德立刻将情报传递给总部，总部根据卫星图像，果然确认岛上存在可疑活动。邦德让 Q 博士派飞机前来接应，打算先将马德琳母女转移，再潜入海岛抢回天启，干掉丧彪。然而当三人赶往机场时，丧彪的手下就已经杀了过来。邦德见状，迅速拐进山间土路，敌人穷追不舍，逐渐靠近。邦德看准时机，猛打方向，倚靠地形先后干掉2台路虎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更多的敌人再次围了上来，无路可走的他被逼进河道。眼看正面硬刚不是办法，邦德家族油门拉开距离，将车开进雾气缭绕的丛林，暂时把母女2人安置在石屋内，接着反向移动，不停开枪，将所有敌人吸引过来。他紧接着拉出钢缆，绕着几棵树干制造陷阱。摩托杀手猝不及防，当场凉凉。这时小白带人赶到现场，施展野蛮冲撞，试图撞死邦德，不料正中邦德下怀。小白爬出车外，奄奄一息，哀求邦德饶他一条狗命。为了帮老黑报仇雪恨，邦德直接将其压成肉泥。他不敢单个赶回石屋，然而还是晚了一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女被绑走。邦德心急如焚，十分恼火。等到姗姗来迟的黑妹，两人争分夺秒来到机场，搭乘运输机飞往丧彪的老巢。Q 博士拿出最新研发的手表，能发射电磁脉冲，让芯片短路。小岛位于主权有争议的海域，运输机只能在领空外盘旋。两人驾驶空海一体的隐身飞机，从小岛东侧顺利潜入海底，悄无声息来到设施内部。邦德先用电磁脉冲瘫痪监控系统，黑妹安装地形测绘设备，帮 Q 博士搭建地下设施的模型，方便引导他们展开行动。两人一路干掉警戒的卫兵，很快找到一间生化实验室。光头博士想逃，被黑妹放倒。通过控制台的资料来看，天启被改造成大规模基因武器，已经接到全球范围多笔订单。与此同时，丧彪通过广播喊话邦德，如果你想保全妻女的性命，最好放弃任何愚蠢的计划。邦德不得不按照要求，扔下武器来到丧彪面前。他跪在地上假装投降，实则摸出武器放手一搏。可惜丧彪狡猾至极，遁入地道中不见踪迹。第一批买家即将抵达，丧彪无心跟邦德周旋，主动将女儿豆豆放走。豆豆聪慧无比，原路返回。邦德也成功救出马德琳，一家3口终于破镜重圆。事不宜迟，他让黑妹带两人离开小岛，短暂而又深情的告别后，邦德孤身杀回小岛。他联系 Q 博士呼叫军舰支援，要赶在丧彪交货前毁掉武器。然而地下设施十分坚固，他必须打开防爆门，导弹才能将设施夷为平地。按照 Q 博士给出的路线，邦德一路上拼死血战，遭到一众雇佣兵的顽强抵抗。好在他单兵素质过硬，实战经验也极为丰富，最终有惊无险来到控制室。随着防爆门被依次打开，老马顶着巨大的外交压力，强行命令军舰打光所有导弹，导弹9分钟后才会抵达。邦德本有足够时间撤离，但不出意外还是出了意外，防爆门突然被人关闭，邦德只能再度返回控制室。
不料丧彪从背后突然杀出，让他身中数枪倒地不起。自古反派死于话多，丧彪没有直接动手，开始喋喋不休。邦德缓过一口气，突然暴起，丧彪不是对手，被生生折断手脚。可接下来的事情让邦德的余生失去了意义。丧彪随身携带着纳米虫，在打斗中已经进入邦德体内，而纳米虫编程使用的样本正是马德琳和豆豆的基因。纳米虫没办法清除，这也就意味着一旦邦德触碰到他们，纳米虫就将夺走两人的生命。邦德心痛之余做出了选择。他拖着残破不堪的身躯回到控制室，打开防爆门。他让 Q 博士联系到马德琳，向他表达了临终前的抱歉与爱意。一生刀尖舔血的邦德注定不会拥有幸福的家庭，但马德琳和豆豆的出现让他的一生有了最完美的终结。导弹呼啸着划破天空，伴随着爆炸一声声响起，第6代詹姆斯邦德就此落幕。007系列电影也将迎来新的时代。